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高兴吗？高兴。我也很高兴。看看我们的佛美不美啊？美。对，我们只能用美来说。也有人说很庄严，很华贵。其实，在佛的世界里就是这样，佛是圆满具足的一个化身，是圆满具足的生命。那什么叫圆满具足呢？就是一切的美好，我们能够理解的一切美好和不理解的、不可思议的一切美好，都集中在佛的身上了。那么他这一切的美好是怎样来的呢？他是不是天上就生出来就有这种生命他生出来就是圆满美好的呢？我只能说就是天之大无奇不有，也是有的。但是对于生命的本质来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生命佛陀的完美是他具足了极大极大的慈悲与功德，这些功德是因慈悲而生。我们今天要明白有一个哲学道理有人说他这种功德是为什么会产生呢？或者说他为什么去做这些善事这些普度众生的伟大行为他生下来就懂吗？有的人生下来就懂，有的人6岁开始懂，有的人18岁开始懂，有的人要30岁，有的人到98才懂但是年龄越大，这个就越有点晚现在到98岁的在场的人请举手。没来那大家还算比较早开悟的早，觉悟的早，走向这个慈悲觉悟之路还算比较早。越早，那你就机会越多，想成为一个这个具足完美的一个人，那就不远了就是有很多机会。所以他这些圆满，这种完美，就是因为慈悲而生的所以在我们人世间，伟大的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佛，他就是一个人化为完美生命的这样一个写照，也同时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历代的这个佛教修行者都称释迦牟尼佛，我们尊称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叫本师的意思在密宗之中叫本尊虽然略有不同，但是意思差不多了这是我的根本的授业的老师。就是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到底是什么原因成为师生的关系呢？倒不是说学习最终是模仿，虽然不是绝对的模仿。比如说我的老师呢，他喜欢学理科的，但是他给我教授了综合的知识他未来成为老师，我未来是不是还成为老师呢？那不一定。但是他将他的一切所会的、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们。至于说我们是不是完全模仿他，那也不一定，但是很差不多就像这个绘画的门派比如说我们绘画的老师是学西洋油画，而且西洋油画之中的某一个流派，比如说叫印象派
那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自然会画的就是印象派油画。要想再超越，可能要需要，可能若干年之后才可能超越和提升自己。但是无论多么提升，你还是印象派的学生，你的作品也都是印象派的作品。所以实际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是学习、传承加模仿，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是给所有的人类和佛教徒，就是用他的人生展示出一个榜样。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完美、完善、一切具足的，无论是从生命、从智慧、从法力到功德到他所本有的种种超人的特质里头包括着智慧、表达能力、哲学思维能力、记忆力、眼睛的视觉能力，甚至是耐力、吃苦能力，对颜色和图案的辨别能力，对气味的辨别能力，嗅觉能力，体察能力，内在心灵的感受能力，等等等等，都是超过正常人类若干程度的。一般呢，听我这样解释之后，也会有很多疑问了。就是他是一个人类，像我们说的，他的智力超过正常人类，这个还朦朦胧胧，无法提出一个辩解的理由，无法讨论。说那比如说他的嗅觉能力是比正常人强，那比狗的嗅觉能力强不强呢？可能还强。但是说我们说要讲到伟大的佛陀，我们不能和狗的嗅觉能力去比，我们是指单项的一个能力，这没有什么不能比的。佛说众生皆有佛性，狗也好，猫也好，狐狸也好，老虎也好，它身上都可能有佛性。佛性是什么呢？是慈悲共性，慈悲的共性，很多生物都有的。老虎崽是靠老虎的妈妈把它养大的，对不对？在座老虎妈妈来了没有？请举手。没有哈。因为有时候你太发火的时候，你丈夫就骂你母老虎那是骂街了不是真老虎。无论什么样的凶残的生命，通常他都很爱护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种慈悲共性。我们讲到能力本身，那么嗅觉能力超过了人类，超过了狗，那这个嗅觉能力有多强呢？我自己有一个体会。那我在好好修持的过程之中，就是有人在我身边轻轻一走过，他的身上的味道你不好好修的时候，比如说我很疲劳最近好累好累，这个时候他的味道就会变得很淡。就同样你这一个人类，我最近如果修行的时间比较多，身心很清净，你同样在这里走过的时候，你身体的味道就像画了一幅画，很明显的，这里画一个苹果，这面一个桃子，这面一个小河流，很清楚的说第一，在味道之中发现你心情的状况是好是坏，3天前生气了，今天还挺快乐你昨天吃了什么药？药的味道完全在你以为没有味道，在你的身体的气味之中，在我这里就放大了。原来你吃的是心脏病的药，你吃的是胃药。我说这个味道，那你得说好了，金菩提上师，你是对药的味道是有一定的研究。对不起，我没学过制药，我对药没有研究。那怎么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这是胃药，
或者这是什么什么药呢？是因为这个味道出来的时候，这个药的名字已经写出来了。这个名字如果是用德文、法文写的，我不认识，但是他告诉我这是中文的，而这是保肝的药，那个是治胃痛的药，他就写出来，甚至是这个信号传递到我的脑海里来。你说他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普通人所认为的嗅觉能力了呢？观世音菩萨是修类似的法门所觉悟的，他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听。所以先在佛前许下了大愿，如佛如天一样大的一个慈悲的大愿，他愿永生永世普度众生，救苦救难。怎么救呢？闻声救苦。这个闻是指听闻的闻，那怎样听呢？听痛苦的声音，哪里有痛苦，我就要去到哪里去帮助。所以他在听中，比如说你是一个盲人，你看我们去算命都是找盲人，如果这个盲人他不能看事，如果再不能听就很麻烦，就不能做事了。所以很多盲人就是说眼睛视力特别不好的人，往往他的听觉能力很强。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经常接电话的一个，比如说是电话秘书，常年在经过电话来给人谈论事情，或者是还有一些叫做跨地区的心理咨询师，还有经常通过电话来进行推销商品的人，所以他的工作的使用的工具就是靠电话。至少目前的电话通常还是不用像电视机来看到对方，而是靠听。那么经常靠电话来接听或者是给人谈论事情的人呢，经常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他的听觉能力就是超强的，一听就知道，能判出你的年龄，大概年龄，男女。废话，你听声音，男女很容易辨认的还有心情，还有身体状况，还有你对这件事情的兴趣，那这是普通的在通过电话之中能感受到的东西。那么再深层听下去，那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过去小时候那个修特别好的时候，就是听到人走路的声音，我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如何，我能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不是专门看有钱人千万大家不要误解。因为特别穷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他的脚步所发出来的摩擦声和地面接触的声音，这个里面所传递出来那些感觉，是把他的因为经济状况表达出他的心情，乃至到身体状况，完全的就表达出来。听得最好的时候，还能听到通过仅仅就是脚步声，还不要说听他说话的声音，听他脚步的声音，就能感受到他未来的命运如何。我这样跟你讲，其实我们好好修的，我们的同修，我们的弟子们，你听到我这样讲，慢慢你就能察觉到这种状况，以后你就有了这个本领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只要用心修，师父提示到，你就会具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更不要说观世音菩萨那样大慈大悲，那样的伟大，他靠听能听到什么程度呢？听千里之外的这个苦难的声音听千里之外人的具体需要是什么那能不能听得到呢？也有人曾经跟我说
我说你这么年纪轻的小伙子，20岁，血气方刚的，啊，身体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你为什么来跟我学啊？我要穿墙过壁，他给我来学穿墙过壁。我说我一般穿墙过壁都比较靠门和窗户才行。他一听就很失望，那我白学了。哎，旁边有他姨在旁边说：“傻孩子，师傅是有本事不说出来，不告诉你，好好学就行了，好吧？”他以为我会，我不告诉他，还故意谦虚。啊，那3年以后，他又见到我了。我说最近练得怎么样？他说还没穿过去，还没穿过去，啊。完了，他就问我：“那师傅什么时候才能穿过去啊？”我说：“你这样，要光想具有这个能力，你再做10回人，你都穿不过去，除了把墙挖个窟窿钻过去还差不多。”穿不过去的，但是有没有这种功夫呢？可能有。我们说的，不管功夫是很神，还是不太神，像我们说的嗅觉能力啊、听觉能力啊，还有视觉能力啊，比如天目透视还有千里眼啊，这些功夫有，虽然有的这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可靠，但是是能修出来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修这种功夫，实际上是修不到。不会得到，得到了也会倒霉。讲到这里，所以大家能想得到，中国有一个传统的故事，崂山道士，是不是？有个小伙子想发财，跟着崂山的一个老师傅呢，就学习穿墙过壁，所以师傅呢就磨他的心，所以先让他干苦活，干了3年，他实在忍不住了，师傅，我就冲这一招来的，你教给我吧。师傅说：“好吧，那我就教给你。”这个师傅功夫比较高，就教给这个徒弟了。但是告诉他，你就不能做坏事用这功夫。比如他回家之后说：“好不容易有了这功夫了，这个财不发白不发呀，到大户人家偷钱去吧。”结果进去了之后，因为有了偷盗的行为，就出不来了，所以叫人抓个正着，就像瓮中捉鳖一样那么简单，就把你捉住，所以你不具备这样的功德，不具备这样的慈悲，仅仅修一种法，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回到这个像这些超级的这些能力，将我们一切的感受，把我们一切的这种正常人所有的这个能力进行加强，扩大之后，才能更好的为一切需要的、受苦的、有病有痛的大众来解除这些痛。所以这些能力是因有这样的慈悲心，在家好好的修，所以先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起心动念，先是有这个大慈悲心。再好好修，好好修，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修炼方法也是不行的。那我们作为中国人都知道，在10几年前，有一位这个体育的教练叫马俊仁，是不是？是东北人嘛，那么他训练那些学生在这个长跑上，中国人我们亚洲人的体能和西方人不能比，西方人他确实这个身体又大，腿又长，从体能、体力和这个步伐的大小，所以从长跑来说，肯定跑不过西方人的，西方人跑不过非洲人，非洲人天生的这个腿长，而且弹跳力强，耐力也强，而愣是这个中国人也能获得冠军呢，而且不是让一个人获得冠军。实际上，他这一个队的人，很多队友团员，这个队员都获得了最佳的成绩，成为世界冠军级的人物，那就是他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他有一套从饮食，我们除了说训练，
从饮食、作息时间、心态等等的，有一整套这种综合的方法、立体的方法，让这些孩子们经过一个综合的使用这个方法之后，他们的成绩就超越了原来中国人不可能做得到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这个方法呀，我说跑步也好，学其他技术也好，乃至到修行，所以这个一个正确的方法，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的方法如果不是很正确，不但说可能觉悟不了，不但说对身体没有好处，乃至还有坏处。所以修行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有了大慈悲之心，再能结合有很好的修行方法，再结合上自己很有这个耐力、韧性，要能够把这个方法要非常认真的去体悟它，去修、去感悟它，这样结合起来，才能可能获得能力、智慧，和不可思议的那些现象，我们的能量就增强了。能力的增强是因为能量的增强，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好好修，我们想获得最高的境界，那你的这个慈悲心呢，是很重要的。那也会有人会说，师父你讲的这个呢，这就是佛门正宗佛门弟子他应该有的，获得最高境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通道。那我来就是因为常年头痛或者是常年腰痛，我就是针对这个病痛而来的，所以你给我讲这个没用，这个你对我来说就好比对牛弹琴一般讲这个，如果你是牛的话，你如果听我的琴声你也会变得快乐，你也会变得健康，何况你是人，你的疾病也是从不懂事造成的。佛说是众生无明而做下罪业，而减少了你的功德才产生的疾病。还有很多疾病是你的心病，是没有智慧。所以这一切的没有智慧和做错事，是因为缺乏慈悲心嘛。在座人的疾病，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说谎，这个骗人，赌气，等等，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德行、没有慈悲心而产生的疾病。至少我们在座的人有一半疾病都是这么产生的，甚至是贪欲心。所以你有病了，你这个时候赶快能够醒悟，如果能有慈悲心，将自己的心打开，爱护大家，爱护众生，爱你周围的人，用感恩的心想对方的好处。也有人说，我听你讲过感恩心，也听别人讲过感恩心，我怎么想起我婆婆来就想不起一点感恩呢？我就恨得牙痒痒。因为你将来也会成为婆婆，别人也恨得你牙痒痒，那就完了，你们就一代一代的下地狱吧。地狱下不去，但是你活在人间，有如有一半身体泡在地狱的苦海里啊。你可以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但是你的一生当中有一半是在地狱中是苦的。那这些疾病的原因，不就是缺乏慈悲心嘛？对不对？有一个人发生过这个事，她婆婆病倒了。病倒了之后，他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确实跟前没人伺候。儿子真的希望是这个儿媳妇啊能过去伺候一下婆婆，啊，这个对方求救电话来了，儿媳妇说，啊，妈你病倒了，真对不起，我目前腿给摔坏了，我正在腿痛，所以我也去不了，伺候不了你。其实本来没这个事呢，2个月之后，他真摔一跤，就莫名其妙摔一跤，把膝盖骨摔碎了，还真得躺在家里头。所以这个病怎么来的？是因慈悲而来吗？这是以怨报德。啊，也有人很不懂事的说，我嫁的是他儿子，不是嫁他婆婆，那是不是娶你的小伙子见了你妈，甚至是可能把你妈臭揍一顿才对了？和你不相关吗？对，所以好的就是这种太自私就缺乏慈悲心，啊，太嫉妒没有慈悲心，啊，坑人蒙人更是没有一点慈悲心。看着你家里头，你周围的人都是坏人，那你就也没有慈悲心，因为你没有想到对方的恩情啊。大家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其实可能对方有过错，还更多的是恩情啊，也只是没有想。你光看到他坏的一面，或者是曾经令你痛苦或者是不舒服的一面，你并没有想到更多的好处。就像很多弟子也一样，这师父平时怎么赞美你，你也记不住，啊，稍稍的批评一点，哎，你能记我一辈子，啊，这那就没办法。但是你自己心胸狭窄啊，你的大慈悲心永远是升不起来，你的觉悟是不可能，你的疾病不但不会好，还会增加。所以你把心打开，啊，真的能够用你的慈悲心去爱天下人，爱你的婆婆，爱你和你有关系的这些人，想到他们的好处，你的心中就是开始产生温暖的感觉。你从这一刹那开始，你的心脏周围就开始温暖，就开始有能量，你的正面的能量开始增强之后，你的负面能量就自动在减退，这是必然的，就是光明来了，黑暗自然会退去的，你的疾病就好转了，乃至到痊愈。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的现在的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除了你自己痛苦，你还会遗传下去的。经我和这很多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和认证，人体应该绝大多数的疾病都是由遗传造成的。比如你妈有心脏病，到了你这儿又增加了一层风湿性心脏病，再到第3代就应该换心了，拿个猪心代替一下，没事一打呼噜睡觉，那倒也省事儿了。就是这个遗传一代一代往下去之后，只能增强这个疾病，因为我们的一个是疾病它在不断发展，还有我们的业力业力其实是指错误在增加，因此这个疾病就加重。像今天生一小气，明天生一小气，你生这1年的气，到后年可能得癌症，就气死了。积累其实存下来的这个积累起来的这个生气就是能量淤滞在肝、脾、心脏或者身体某个部位这个淤积的多了，也就积累的多了，就可能变成肿瘤。良性肿瘤还好，恶性肿瘤就像个鬼一样，它到处窜，到处跑，医生拿它都没有办法。它在你身体里去是游走式的，今天这儿长个瘤，开个刀取出来，好了，里头那个就像种红薯一样，底下那个根儿你总拽不净吧？你以为拽净了，实际上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医生发现不了的病毒，显微镜都看不到它，医生怎么拿掉它？医生拿掉的就是长成地瓜红薯的那个部分，才能开刀把它取出来。
微小的部分看不到，他没法去拿呀。昨天是一个肉眼实在无法看到的一个小小细菌，明年就可能变成那么大一个大东西，就像鬼，就像恶魔一样。所以我们想健康，我们想化解我们的疾病，我们还都是要从慈悲心的建立开始去化解到它，就等于从病根病源上在化解啊，这才是根本的这个治病之道啊。所以无论从低境界我想健康啊，高境界我想觉悟和圆满啊，那慈悲心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佛陀他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让我们众生离苦，得不得乐再说了，是为了让我们没有苦难。所以他的教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个让你离苦的这个概念。就像医院，为什么有医院呢？是给我们治病。所以他所有的科，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给我们治病的。那佛陀也是这样，是治我们根本的病，从心理病到生理的疾病啊，乃至到烦恼，都企图给我们治疗。所以他的教化就是从根本上治疗我们，帮助我们。只是我们这个业力太深重，也是被污染的这个层数太多了。就有人说：“师父，你讲这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就是不信。”那没办法啊，人家是镀金，你呢是镀垃圾，包了一层垃圾，再糊上一层糖，再包一层垃圾，再糊一层沥青，再包一层垃圾，再糊一层沥青，再包上一层垃圾，就确实是啊，导弹都打不进去。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说出有点难听啊，这个苦还是你的。佛是慈悲的，今天他把这个方法，把这个解除痛苦的方法告诉你，信不信由你啊。因为我今天给大家就上来我就这么讲，信不信由你，能接受多少是你自己的问题，就看你的福分了。有的人说我不信你，我现在也挺有钱的，有钱也不一定长久，有钱也并不一定幸福。多少有钱人引来杀身之祸，多少有钱人家庭破裂，多少有钱人你的孩子还不如一个流氓，还不如一个流氓，对不对？你可能贫穷的时候活得还挺有意义，而且还挺带劲的。但你发现没有，你从有了钱之后，你觉得家不像家，爱没有爱啊，妈不像妈，孩子不像孩子，有这种感觉吗？有的人真有，没那么多钱的人没那感觉。随着钱数越增加，真情就越少。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绝对没钱就有真情哈，不一定的。真的没钱也会缺乏真情，因为是把人饿傻了嘛，就没有什么真情的流露了，啊。所以有钱并不代表幸福。这关键是有这个智慧，能看透这一切。所以我所欣赏的一种学佛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有幸福，你心中是看透这个世界的。今天我没钱的时候，我不是很烦恼，但是没钱的时候还特别天天乐，一定是给气傻了才天天乐的，那也是肯定是有问题，啊。没有钱，我不是很烦恼，请记住我的用词哈。有钱我也不会很骄纵自己，是觉得老子可有钱了，到哪说话声音都大了，腰也粗了，走路的时候非背着手走马路中间去，那是很危险。所以这个有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开始开悟，开始觉悟，就是明白了之后敢去做。最可怕的是什么道理都听过，
什么样的书都看过，而且天天看书，但是并不代表就真正将这些智慧和自己的行为结合起来。就像说练什么武功当中那些这个法那个法一样，你看了很多书上的绝学，甚至有的人也是照着那个动作在比划在练，真打架的时候，是这些招就全忘了，是你的根本的精神境界和它没有融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在学习佛陀这些教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明白这个道理，回去就开始去执行。比如说不杀生，有人说等我觉悟之后我再不杀生吧，其实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觉悟，你就开始不杀生，直到骂人是给对方带来伤害的，我开始不骂人。你等着说等我圆满之后我就不骂人了，你这样的话永远圆满不了的，是不是？我们想，其实道理很简单。有人说，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开始不做这个错事了。好，经常打人的人会得到什么呢？被人打。经常骂人的呢？被人骂，甚至还被人打。为什么会变本加厉？说有的人就是说，你有一个小孩，两个人吵架，就是我们两个小同修在温哥华，这两个小孩打架了。我说过来，你们两个为什么打架？有一个人鼻子打出血来了，两个小男孩，这个打人的就说，师傅是我打了，我说你倒是敢承认错误哈，我没错，那还没错打人了，因为他骂我。那这个挨了打的小孩说，我就轻轻地骂了一句。这骂人还轻轻的，我说能不能描述一下你怎么轻轻的？他就说，我觉得你长得还不如一只老鼠好看。我说幸亏他是男的，如果这人是个女孩的话，早放火把你给烧死了，知道吗？这个男的还不太在乎长相呢，很多女孩她不认这个命的，明明长得很丑，你也说他丑的时候。都不杀了你算怪呢。小男孩说：“那他也不该打我呀。”我说：“打你几下？就打我一下啊！如果让我的话，打你10下，也是认命吧。以后不要再说人丑了哈，就轻轻的骂一句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你知道，骂人也会被挨骂，乃至还有比骂更严厉的报复。”那杀人呢，就是被杀，对方可能没被杀死，但是你没有杀掉对方，但是对方可能会把你杀死，乃至杀掉你所有的亲人呢。对，我们当懂得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还能再骂人吗？那你也想你的祖宗8辈一直被人骂，那你就骂人。你想不挨骂，那就别骂人。想和人搞好关系怎么办呢？帮人和赞美人。赞美还不是讽刺性的，是真心的，就是我们赞美人而不是讽刺人。赞美是真心的。当然你也不要说见所有的人我出于叫阿谀奉承之心，那是错的，而是出于慈悲之心，出于慈悲之心。那么嗔恨心，比如说我们恨人会得到什么结果？关键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只要恨他，我们会做出哪些举动呢？请大家说说看。第一个，可能只要恨他就会骂他，对不对？再接下来第2呢，可能会打；第3呢，会说他坏话，两舌是非；第4呢，甚至害他。反正就是一切的不好的东西都会加到这个
被恨的这个目标身上去。恨最严重的是杀。好啊，像我小时候一直有一种杀心，长大的环境带给我的，也当时没有一个很高境界的教化，在父母亲那里传来的都是恨，别人无缘无故的欺负他，家里又穷吧又受气，这个受气就是谁都会贬他骂他，德行不好的人就更欺负他，很残酷的欺负，所以那我母亲的心中就埋下了深深的恨，这个恨就传给了我，我也恨呐，这父母亲境界人品水平不高，别人也同样瞧不起我，也会贬我，所以他们的恨加上我的恨，我们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我们都是怀有恨的人，所以就很理解妈妈。妈妈说那个人欺负我们了，孩子一定要争气啊！我想，我的武功练好点，刀磨快点，有一天我非杀了他不可。到10几岁的时候，曾经见过母亲说过的这个家族的人，我见到之后，我还追过他，我说好啊，就说你欺负我们家哈，看今天老子怎么收拾你。说现在想起来之后，哎呀，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啊，我为什么是以仇报仇呢？以怨报怨呢？这个结果呢，如果他比我强大，那一天我已经被杀了，对不对？因为对方当时不如我强大，所以当时我的父母亲不如他强大，所以受他欺负。等我长大之后，他不如我强大，那他也受我欺负，那他的孩子和他的亲戚呢？这样相互的报复就越报复越大。第二个，对身体也不好啊。那这种行为是有智慧吗？没有智慧。如果把这种感觉去推广到每一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社会治安会如何呢？今天你住在这儿，半夜的时候有人喊杀人啦，啊，今天好不容易杀人案件刚破了，后天说哦我们家着火了，大家就救火了，你活得还能平安吗？有一天谁给你们家放火，谁给你们家放药都不知道，这个社会我们活得就不自在了，就不太平了。你还能蒙头大睡一觉到天亮吗？不可能啊，睡的那个觉，这边放把菜刀，那边放把锤子，啊，门上反正装锁的地方都装上，最后你们家着火，你自己都开不开门，啊，就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恐惧之中，你休息不好，睡不好觉，啊，孩子不敢到院子里散步，不敢自己去马路，不敢自己逛公园，就这种状况本身就容易得病。得什么病啊？恐惧症，不是恐高症，是恐惧症。再接下来就忧郁症、失眠症、胃病、肾病、心脏病，全都来了。对，所以我们要将那些报复心呐、伤害心呐，具体来说，我们就不要骂人了。大家能不能做到？这边人就不敢吭声了哈。这边说能，那边好，我们从今天开始，不管从嘴上和心里，我们不再骂人了，能不能做到？这还差不多哈。这面后面的人，这个决心比较大。好，这我已经听到了啊。关键自己改了，金盆洗手，不再骂人，好吧？好。哎，曾经有人说我不骂人了，但是我心里骂行不行？那更严重。那更严重，啊，就是心理上我们不骂。说最高境界是爱你的仇人，这个一下觉得一下自己的精神也接受不了哈。说前些年他还在欺负我妈，我妈为这事儿都落下病了，生了一场气，气死了。今天我还能爱她，哎，除非他儿子长很漂亮，或者他女儿长很漂亮。
或者他真的今天很有钱。如果这些都不成立，都没有的话呢，你还能爱他。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超人。你的智慧一定是无边的，你的富贵是无人可比的呀。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打人会给人直接带来伤害乃至到死亡。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被打伤、被打残废、被打死，那我们会非常的痛苦乃至到憎恨。所以我们为了不受这个因果，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打人，不伤害任何人。我们能做到吗？努力吧。我再问一次哈，是不是饿了？没饿啊。也可能这边人很多人还在想，我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呢哈，明白就去做做就解开了，好吧？就像拌面疙瘩一样搅和越多它就开了。好，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伤害人，不再打人了，能不能做得到？很棒很棒，虽然很吵的慌。正面中间的地方好，很好。那你要记住，今天这个说你的下的这个决心是对着谁说的？佛，还有给我有佛有菩萨，还给我说了，所以前面有佛，后面还有佛，还有菩萨，还有金刚还有我们的万佛殿，所以对着众佛说了，那就是不能改了不能改了。那还有什么事儿我们需要确定我们也一定要改呢？我们就说这个因嘴巴而出现的过错。刚才说不骂人那伤害本身其实用嘴巴，有很多时候伤害人不一定是骂呀。关键你的心中所想的，你的目的是，譬如说骗人、挑拨是非坑害别人乃至到贬低别人、诱惑别人。诱惑不是为了让他学佛，而是让他为了自己的某种私欲等等的这一切的这个因嘴而生出来的这些是非，我们不能做。很多人凭一张嘴其实做了很多罪业。所以很多人当得了病或者病重，乃至还在跟我说：“师父我可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其实你顺手就可能做了，不是顺手，顺嘴就说了，只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躺在那时候光想着自己是个好人了，真的你是个好人吗？是不是你面相也没那么狡诈，看似还像是一个好人的面相，但是顺嘴就把别人给卖了，这种事儿做多了那都是伤害那都是伤害。那这样的事情千万别做，做了这份罪业就会来到你的身上，来到你的后人身上。信不信由你。就像说这个道理，就是你骂过人，你得来的是挨骂，这个不是一个宗教概念，这是自然规律，对不对？其实佛告诉我们的都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人生道理。那你经常打人，你肯定会被挨揍，乃至到被杀。还有人说我没杀人，但是我骗了他，我骗的是钱，或者我骗的是情。请问骗情能不能杀人能，多少人自杀呀？说骗了他，玩弄他的感情，对方想不开自杀了，这是想不开的。那遇上想得开的，把你给杀了，你不是骗他感情吗？他要你的命，那麻烦了。要你的命还倒省事儿，关键是要了你家人，你最爱的一个人的命，让你活受罪，这是最痛苦的。对，所以骗人、倒闲话、挑拨是非，
污蔑别人、侮辱别人，都是因为嘴巴、因为语言那种罪过，都不次于杀人罪，都是很严重的罪过。同样会得到自己这个行为规律的报应。所以我们要积口德，从今天之后要把自己的嘴巴管好，不要因嘴巴、因语言去伤害任何人。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好，反正你在佛前有一个承诺了，要一诺万金，绝不改变。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心胸豁达的人，啊，你能够很心平气和、理直气壮的面对所有的人，乃至你的仇人。那你活得就自在了。你看，我们看到有一幅菩萨的画像或者雕像，菩萨在那坐在那里，很自在、很吉祥。说那个图案、那个图像就叫大自在，观音菩萨。在佛陀的心经中，第一句叫什么？对，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什么照见？对，这就不说了哈，叫观自在。好，你心中想的，我昨天刚把人给骗了，我这会儿很自在啊？不可能啊！哎，你走到街上都想着后头会不会来一闷棍了，来一砖头啊？啊，你的小孩会不会被绑架呀？啊，等等的，你自己不可能自在。什么叫自在啊？心中没有任何的压力、恐惧、牵挂。没有任何的压力、恐惧、牵挂，你才可能自在。而且达到自在的境界，是已经将一切的贪欲之心、责难之心，都放下了，乃至到情感都放下了，才可能自在。要不然你自在不了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有人说我只做一个小手术，这里缝了2针，好，这2针在长的这个过程之中，这里的肌肉就是已经好像基本上长好了，这里有没有一种紧巴巴的感觉？有。这里会不会有一天血管不通？可能。这里会不会因此感染而引发其他的疾病？有可能。这里会不会手臂伸展不自然？更有可能。会不会这个肩膀不如这边健康的肩膀更有力呢？有可能。所以哪怕很小的一个过错，都会引发一个长久的一份累在，一份牵挂在里头。所以想达到这样的一种离苦和解脱，乃至到身心灵清净自在健康的这个状态，还归根结底还是在一种要做一个慈悲的人，之后才引发出来这么多种慈悲智慧的小苗，乃至到花朵，乃至到果实，乃至到成为一棵参天巨大的树，是由慈悲的根而生的。所以哪怕你的愿望仅仅是治病，有人说我就是读书的时候精力不专一，也同样。别人为什么读书成绩好，你为什么差呢？说不定是业力所致，说不定你妈做事情就有点小心眼儿，而生出你这个孩子来就是缺心眼儿，那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开始改错，等于连你妈都纠正了呀。你的问题得到纠正了，你妈那边也被得到纠正了啊。因为你修行是得到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开解和启发，你只要开始做，就开始获得正面的能量啊，乃至为过去做的错事、做过坏事、坑过人、骂过人、倒过闲话、挑拨是非，乃至到坑蒙拐骗所干的一切的事情，能有所忏悔的话，就能够把过去的这一切的罪过等于抵消了。过去就譬如说你骑车闯红灯了，警察抓住你怎么办呢？扫马路3天，用体罚或者罚款的方式也抵消这份罪过也是可以的。那今天你忏悔，就是一种消业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希望接下来大家在修行、学习念佛的时候，用忏悔之心面对所有的众生啊。你可以用忏悔之心，可以想到具体的人物是非。比如说嫁人的女人来说，可能你第一个仇人是你婆婆，或者你第一个仇人是你小姑子啊，等等的这种状况，你先把他们想在你面前忏悔，我不该骂你，虽然你骂我好几次，但是我骂你是错的，我不但骂你，还给你倒闲话，还给你做了多少错事，你要有忏悔之心啊。先面对你不可原谅的人，能够释怀的话，啊，你这个人这个转变就太大了，你就可能从一个伤痕累累的这样一个伤病员，很快就会痊愈，就变成身如白玉的这样一个清净自在的人，你的身心才能安泰，你的疾病才能迅速的消除。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修行佛陀正果的人，你的迅速就能够在极乐世界那里就会产生出你的一朵金莲花。那我们知道赌博，不管任何方式的赌博，是害自己、害家庭、害你所有的与你认识的人，乃至害不认识的人。把家的钱花完了，把亲戚的朋友钱差不多花的差不多了，你就可能坑蒙拐骗找人来骗钱，所以是非常坏的事情。所以从今天之后，我们不做任何有赌博行为的事情。那也有人说，我们其实就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了，闲来无事，几个老人家每天赢和输不会超过10块钱人民币，这种行为算不算赌博？算。哪怕这一天输了和赢了10个瓜子，这也是赌博，而不是娱乐。只是开赌场的人他会进行鱼目混珠，他说这是一种叫做赌博娱乐。赌博，所有与赌博沾边的事情我们都不做，大家能不能做得到？这面后面的人没吭声。啊，我再问一次哈，大家能不能不做任何赌博的行为？好，差不多。我估计你们真的也累了啊，光让我喊啊喊啊，我哪有这么大力气啊？啊，还有，我们不要做任何好像一种上瘾的事情，尤其是坏的上瘾。比如你修行上瘾没问题，比如说喝酒、抽烟、吸毒。曾经有一个人问过我，那师父，我有一个行为算不算是一种上瘾的坏事？我干嘛？我喜欢喝煤油，我每天我都要喝煤油，啊，说如果说医生需要你这么做，你真的是一种很特殊的体质，那我没有办法，这个不算是吸毒。凡是吸烟、酗酒，就是喝酒成瘾，尤其是还经常说些疯话、醉话、酒话啊，还有吸食任何的毒品。我们已知的像海洛因、白粉、摇头丸、冰毒
还有新型的毒品也在产生着哈，我们都不能用，啊，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要去戒掉这些事情，大家能不能做到？好，非常重要啊！这个吸毒啊，我在外国见多了，专门有一个吸毒者爱好俱乐部，那一块儿住的全是走路没有一个正常人走路的，全是歪着脑袋斜着眼睛走路的，因为这个毒对他的身体侵害达到了这些人那个身体那个骨头啊，就像腐朽的木头一样，他只要在马路上摔倒，骨头就可能摔成粉碎的呀。他内脏都是坏了的，他的思维总是在幻觉里头啊，他非常可怕。那些销售毒品的那些分子啊，在今天来说，他们往这个中学里开始推广，就像诱惑、欺骗式带那些孩子们吸食毒品。现在在中国也开始了，所以你不要小看那是外国啊，中国很严重，请你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观察好，啊，所以这些要注意。那最关键你自己也要注意，你说孩子吸毒，最后归结于什么呢？我爸妈都吸烟，都有可能吗？你们吸烟可以，我吸包毒又怎么了？不都是毒吗？吸烟多了之后不是得肺癌吗？所以这些都不允许。那在台湾，在南亚地区，还有一种不是毒，但是嚼多了也是毒，会得癌症。在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南方的国家，有很多民众从过去开始就使用的一种叫槟榔，北方绝对没有，啊，他们进行加工过之后，放到嘴里咬啊咬啊咬，像咬口香糖一样。那些人不管男女，这一笑，像鬼一样，那牙缝里全是红的，像刚喝过血。一吐还以为吐血呢。那里很多司机呀、和干体力活的人吃那个，吐的马路上都是，红红的一滩，其实那个东西的颜色。他们的医院里头到处都贴着，不要吃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胃癌、食道癌、肺癌，还有口腔癌，就是这样人们还吃，为什么呢？成瘾了，成习惯了，说每天不嚼它吧就难受。啊，就像不让山东人吃面条一样，就达到这个痛苦。啊，吃面条没事的，再上瘾也不会有毒。啊，但是这些东西有毒啊，对身体伤害太大了，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这种，有毒副作用的习惯的，无论吃还是吸的这些，我属于叫做吸毒行为或者吃毒行为。那有经验的人也会问我，那我自己注射海洛因行不行？那就更麻烦了，那是高级吸毒者才用注射的方式，一下就打到血管里去，就和输液一样，马上打到血管里去，半分钟就来精神了，麻烦了，你这人生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这种从真正的毒品到类似毒品，就是吸烟、嚼槟榔酗酒等等，这都是就是接近毒品这个范围的，我们都要把它戒掉。大家能不能做到？所以你的家人如果有这些行为，千万想方设法赶快改。你不要说我老公就是每天晚上喝2杯酒啊，你的孩子就敢每天喝2瓶酒啊。你要想到你的行为是带给孩子，你父母亲就是第一个老师父母亲也是1星期跳1次舞，你的孩子就敢住在舞厅里头不回来，孩子会变本加厉的。关键是你引导了什么在佛门的教化就是说，这些菩萨行不光是我自己做好事，关键我引导给大家做了什么，就是我的行为引导大家做什么东西，这是菩萨行。菩萨行径不光是自己做好事，关键引导大家做好事。说菩萨畏因害怕因果的这个产生点是这样子，所以菩萨行为就是高级觉悟的人，有档次觉悟者，他的行为他要思考，
我做这件事情之后，引得大家的模仿的后果是什么？是这一点。所以，你有缘分来听我讲课，那你可能很快就成为菩萨。你只要开始做，就成为菩萨。所以，你要考虑你的行为会引发别人做出什么来。所以我们不但不报复人，我们还要用有道德之心，用感恩之心，去从心里头会面对你过去仇恨的人，或现在正在骂你和责备你的人。有的人呢很脆弱，心灵经不起锻炼和造就。比如说在家里做菜，比如说你忘了放盐，家里人说味道不错，好像是不是没放盐呢？你很生气的，老子给你做菜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毛病那么多，好吧，抓一把盐，噗放进去，马上变成咸菜了，吃了咸死你。咸不死他，但是你死了之后一定会被阎王爷带着小鬼给你往肠子里灌盐。所以这个结果呀，发现这一帮人都恨你，你这个行为让大家诅咒你。你自己明明没有放盐或者少放了盐，别人告诉你，其实是非常正常，而且是好的。说哦，谢谢啊，谢谢提醒我。而且还要小心谨慎的把适量的盐放进去，这就对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用感恩心，哦，谢谢提醒。我在台湾，大概好像2年前，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因为路我也不太熟悉，我看路上有一个出租车，我就敲敲门，招手允许上嘛上来，结果开车的人是个老人家，他那样有70岁，屋里那个车里挺臭的，他在车里睡午觉。去哪里？我就是告诉他去哪里。一开口一说话你从哪里来啊？我说从国内来的。你从国内来，你都这么奢侈啊？我说请您多指教，我怎么奢侈了？他说你去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坐那个地铁呀，坐我的车要花100多台币，100多台币大约是20块人民币。你要坐这个地铁的话呢，大约也就是花5块钱人民币，节约不少钱。我真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所以我说谢谢老人家，要不我现在下车？对，现在下车你也坐不了那个地铁呀。我说小气真大对不起，下次我不坐你的车了。怎么了？嫌我了？我说下次还坐。但你们得想你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大师，你对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这么卑躬屈膝吗？所有的年长的人教训我，我都是卑躬屈膝的去接受。我不会说你算老几啊？你是我爹还是我爷爷啊？我绝不会有这种心理，我一定觉得他有道理。对不起，我下次一定改。下次我就知道这条路了。他觉得我挺乖的好吧。他就给我一路开车一路唠家常，就一会儿他都迷了路了，光顾着教训我了。年轻人，我看你还是个可造之才，这个人挺神的呀。他是有一些我不知道是面相知识还是有感应，对，看你的面相，你还算是个好人。他就开着车在这个后视镜里头这样看了，你的武功不错呀。哎呀，没有，你千万别提武功，我只有挨揍的份儿万一遇上武林高手了，越老越厉害就麻烦了。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人还真是挺能会看的。你是属什么的？告诉你属龙的。是，这你都知道啊？咋不知道啊？在我镜子里一条龙，往天上这样飞啊，所以你属龙。我看看颜色，黄的，啊，这样。你现在住在北方，很北的地方。我说对，在东北。我说实在话，有一点不是不恭敬哈，我就是说在东北地区。看他挺会看的，我看能不能看准一点。不对，好像不是在中国的东北。这么厉害啊！我说老人家小心开车啊，安全为本。你光顾着倒车镜里光看我，你怎么开车呀？说面相给我看准了，咱再撞了车不白算命了吧？他说没事，我老江湖，你知道旁边这栋楼。我说这楼怎么了？这个人是当年我的哥们儿啊，你看看我混成开车，这些都是人家施舍给我的。老子当年英雄一世，那钱花的我都数不清啊！看那栋楼老板，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他多大岁数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啊？他72了，他拥有几栋楼？哇，他年轻的时候都是有钱人啊！我说老先生，您今年是不是隐居了才开车的？狗屁！我说没德行啊！所以做人一定要有德行才行啊！啊！我当年和我这个年龄的这些人比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超过我有钱的。但是我无恶不作，我恶不作，吃喝嫖赌都干。我不惜福啊！我知道我的命是我自己给造的，我本来命还不错，啊，自己给折腾的，把这些福分折腾光了。老伴儿早死了，50岁死了。孩子一个个都不认他了，啊，为啥不认他呢？他吃喝嫖赌啊。这孩子有的好的自己读书、结婚走了，不理他，这个爸爸实在不像个爸爸，啊，还有很多学坏的，有的入监狱了，有的入黑社会了，混的还不如他，啊，而且还不懂得孝敬之心呢，这孩子就不懂孝敬了，所以没人管了，所以年轻混的朋友。都一看他真悔改了，而且老了，连个住的家都没有，租房子的钱都没有。都有几个老同学有钱的说，这小子知道忏悔了，就看的实在看不下去，凑钱给他买一辆出租车，还是个旧的。他睡觉就睡在出租车里，就是这样。我不是这个人也是天生有灵性。这个一路讲啊，你什么样的神护着你啊？我说台湾我刚来啊，台湾的神对我怎么样？他说台湾神会保佑你的。你现在去哪个地方去见什么人？我现在是保密哈，我指导了几个地方去看，去见哪尊神等等的，都给我说了一下啊，谢谢啊，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号码？没有。买不起电话，我记他车票上不用记，有缘咱自然能见，没缘就拉倒。啊，其实我想这是什么呢？其实是佛菩萨显灵啊，找这老人家正好刚睡醒的时候跟我说话，就是，啊，提醒啊，教训啊，这老人家也顺便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告诉了我，啊，一定要惜福啊。要惜福，珍惜你现在所有的。那什么叫福呢？有人说我现在并不富啊，你现在能够有思维，能够有想法，还活着就是有福。你现在还能做事就是有福。你说我天天干活，能干活有福啊，也干不了活也有福啊。这有福就是不太方便了，无论是拉屎尿尿都在床上躺着。那实在是有福，味道不太好，就是那一会儿你想着能够伺候人干活，那才是真有福呢。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能力还去干活，
不管有没有病，有能力干活能伺候自己，如果能够伺候别人，才是真有福呢。所以大家能出去在家里做做饭，帮帮人，帮帮其他同修，帮帮老弱病残的人，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帮他们买买菜，帮帮他们洗洗碗，你就有福了。你躺在床上动不了，才是至少福分就减了很多很多了。所以你是什么叫有福啊？是你自己明白此刻你还能够正常的活着，那就是有福，不在于你经济的状况如何所以这个有没有福分这个概念，是你要学会给自己一个认可、一个定位才行，否则你生活在如皇宫一般的生活，你会觉得痛苦到想自杀。在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有几种？一种是失恋的，第二个是赔钱的，第三个就是钱花不完的人。我们多数人想，可笑啊！师父，你讲的对不对？那么多钱他会自杀呀？你有那么多钱，你都可能会自杀。无聊啊！你只要想得到的就都得到了，人活着就无聊了。你想得到的没得到，是最有趣的事，是最有意思的事。这并不是说我们真正很富贵了，很有了钱，你就能活得很好。但是很有了钱，很有势力，还能够知足感恩的话，富贵不要去骄傲，不要傲慢，不要荒淫，不要奢侈，你才能活得很自在，富贵而很自在，这才是佛教给人类给予最高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赠送啊！企图让大家达到这个境界，你很富贵，你绝不缺钱，但是你很自在，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你达到这个境界的话，是关于你的心灵上，并不是钱财，心灵上能够和这个境界合二为一，而且能够很自在的去驾驭这个境界。比如今天你有10万，你觉得已经很惜福了；明天有100万，很惜福了；有了1个亿，懵了，反正花不掉了，想买啥都行。曾经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弟子师父，我最近又生气了。我一听就有好戏，又生气又买啥了？我买了1车棉被，是自行车还是汽车呀？买了1卡车。师父，你看哪些同学需要，你就给他们吧。我说一般同学都不需要，给灾区去吧。我说希望你天天生气你们家的钱也很快就解决完了有一次，师父你指条明路，以后我再生气怎么办？我说买1卡车钻石就行了。你以后绝对不会再生气了，想生气都没机会了。就是能够知足感恩、惜福、富贵，不去骄纵自己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富贵，就能够叫做驾驭你现在的富贵，就是富贵之身被你驾驭了，你才能自在。我不知道这个境界大家能不能听懂希望能听懂吧。你才能不被富贵所驾驭。请你记住，任何事情都是能够养人也能害人的。有些富贵的人奢侈的都不会奢侈了，之后怎么办呢？吸毒吧，反正他觉得很无聊，什么东西好东西都吃过了，想住多好的房子也买得起，想开多好的车买得起，想戴什么首饰买得起，觉得没趣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过去香港、新加坡、台湾经常发生一些
很奇怪的故事。说几个富人聚在一起干嘛呢？吸毒吧。吸毒刺激一下，真的不一样了，和过去不一样了。啊，对，完了。一吸毒啊，它的好处是，你的钱财就找到出路了。那就是被富贵所驾驭了，富贵之神变成恶魔。富贵不骄纵，而且还能够去做布施、做好事，自己还要很谦卑。我也觉得我有钱，这个店是我出钱修的，啊，上师穿的那个衣服是我买的，怎么样？上师见了我也得抱拳作个揖吧。我们不能傲慢，而且还很谦卑。哦，遇到过这样的人，穿得很朴素。这老人家就在那儿穿的那个衣服，我看也是，应该好几年、10来年的样子，啊，挺脏兮兮的，好多天没洗，又是夏天，在那一坐，身上冒着那个汗臭味儿。那些人在那聊着到哪吃好饭呐，怎样的谈那些奢侈的事情，还在那听，哎，很无聊，跑到一边打坐去。我们佛堂点灯供灯，有些富人怎么比呢？哪个灯大呀？这个多少钱呀？啊，这个10万，好，我出了。告诉我们主持的法师，把我的名字贴在上头。那主持法师就乖乖的，好啊，你写上，这是我交代的，他让写啥就写啥，是他的境界嘛。也不写，显得我们不尊重他，是他的发心呐。然后真正建药师佛殿需要钱，好不容易谈下来买下来了，却很多钱。那个老人家来了，他找不到我，找我们的住持法师。法师，听说咱们现在谈下来这个房子要买下来，是啊，是谈妥了，但是正在缺钱发愁呢，上师到处在筹钱呢，缺多少啊？400万。哦，这样吧，我1星期拿200万来行不行啊？我说那法师就懵了。啊，你等等啊，明天我给你回话。半夜把我叫醒，师父啊，你知道谁是谁吗？我说知道啊。这老先生是不是精神病了？说给他们掏200万，买他们药师佛殿。我说正常，我知道的，他能做得到。他这么有钱了，这么有钱了，那孩子们吃剩下的盒饭，他凑在一起自己在那吃哎。我们那里头洗厕所的事儿，他自己包了。他这么有钱的，我们这个弟子给我打电话时候哭着说的，是激动的。他只想报佛恩，所以你看不到人家有钱了。真有钱，真正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不再骄纵了。他知道钱是双刃剑的。在台湾拉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老先生，如果是好好做人，今天在台湾至少有10栋大楼属于他的，加起来值多少钱呢？大约10亿美金吧。他花光了，还欠一屁股债，还被人追杀，最后70岁的时候，连个住的屋都没有。他仰天长叹呐，悔之晚也。家没有家，业没有业，钱只剩下欠钱了，活得苦不苦？所以他当跟我说的时候，一看我挺乖，听他唠叨。他说：“你知道我多少天没洗澡了吗？在台湾那么热的天气，半天不洗澡，出租车里全是那个汗臭味儿。这我不嫌他呀，年轻一点的人马上就会下车不坐了。”他说：“我7天没洗澡了，这里就是我的家。”哎，就是这样。其实还有很多人活得还不如他的，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双面的、两面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可能给你带来不好的那一面，所以我们自己要具备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是有智慧、有慈悲，能开悟。我们将来留给我们子女后人的
是智慧和你的慈悲和你一个非常好的为人，那才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虽然也包含着钱财，但是仅仅留下钱财，就等于留下了祸害。而把慈悲道德的为人，和这个慈悲的这个基础，也就是功德留给孩子，你的行为既积下功德，你的慈悲的行为又自然的教化了你的孩子，那是一举多得的善举啊！所以佛陀才提醒大家要做这些正确善良的行为，我们的人生才能变得完美。做得最好的，就如佛一般，清净、智慧、庄严、自在，心如大海，智慧无边。不要说人都爱他，都喜欢靠近他，就连小动物都喜欢靠近他，企图沾得他的佛光，就连众神都会来保护他、呵护他和来沾他的光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达到这样呢？只要你听到我讲这个道理，你开始去做，开始去试着做，学着做，就慢慢就达到这样。觉悟的本身不像放炸弹，定时2点钟爆炸，棒，爆炸了，我开悟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是一点一点的理解了，我们就一点点的觉悟着。这个觉悟的积累起来之后，就是大彻大悟。所以功德也是这样积累的，众善奉行，你的所有的行为都善良了。从今天，所有人不骂人了，包括你的子女啊。你养个狗，你都不能骂它，何况子女呢？你骂他，他心里不敢骂你，但是恨你啊。你的这个父母恩情就变得淡化。有很多父母亲对孩子很好，就是不会说话。你说你找死啊！你穿衣服这么慢，想饿死你，你吃的这么慢，笨死你，作业没做完，干脆死了算了，考得这么差，这些都不能用。你想让你的孩子早死吗？如果不想，为什么这么诅咒他呢？骂人换个方式叫诅咒，所以他的病就是被你有骂病的呀，懂得了哈。所以千万别骂自己的孩子，就更不要说，叫汽车撞死怎么等等的这些话，千万别说。这种话，要么神听不到则已，如果听到了，就实现你的愿望，不麻烦吗？是不是啊？正好遇上个冤死鬼，正想找个替身呢，麻烦了。所以无论对别人，对自己家庭的成员，有很多中国的妇女骂孩子就是张口就来的，好像是该骂，其实是错的。尽量去提醒他、赞美他，做错了提醒他，你这个事是错的，怎样才是对的。哪怕他1岁，你就开始这样郑重其事给他说话就对了。你不要以为听不懂，都听得懂。你可以做个试验，把你的孩子交给你的好朋友带2天，你知道你的孩子很懂事，对不对？懂的，生下来的孩子就能看成年人的脸色，他会看得懂的。何况超过1岁以后的孩子，何况已经会说话的孩子，都懂得。所以对自己的孩子，对你的家庭成员，对工作机构的同事，都要怀有慈悲之心，爱戴之心。你可以以后就想，你就是菩萨，不骂人，不做坏事，不坑人，不挑拨离间，不贪欲，都要想到这个，不要被世俗的一些某些言论所给耽搁了。比如说你在修行，晚上我要好好修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就说了，
你看你这样还像一个夫妻之道吗？啊，你必须要对我怎样怎样怎样，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像夫妻了，不像一个家庭了，对不对？其实那是普通社会大众的心中的一个错误的引导和需要。我们就应该把正面的这个道理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大家能够健康的、平静的、充满着爱心的、长久的生活在一起，这才是好。盲目的被社会的某种错误的理念所引导着、误导着你做一些本不该多做的事情，那一定会给你带来坏处。所以我们还要学会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理念和行为。在这跟我学过的人，那么希望您每天，无论是怎样修行，每天不要少于1个小时，最标准是2个小时，用自己睡觉的时间，这样是最好。尽量要做到刚才我们所誓言当中所自己给自己决定的行为，这样我们就离开烦恼，解除痛苦，恢复健康，乃至走向觉悟，就很快很快了。学习佛法不是很难，不是说我这修了50年了，你看我修的怎么样啊？这种感觉就错了。你真正达到开悟的时候都不会问我了，你自己有感觉，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的方法不对，你的心没有打开，你这50年不是没有白修，至少修了50年等于1年的功夫，那就坏了。学佛觉悟是很容易的，今天听到这份开导，我马上觉得对，我就开始学着去做，这就叫开悟。像佛陀那样呢，是叫彻底的觉悟，是彻底的而且圆满的。我们都是从一点一滴的最后走向彻底，是这样。所以现在明白就叫觉悟。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学得一点所谓真正的佛法今天给大家这样诚心的交流，希望你真正能够受益。谢谢大家。